太晚了，我该回去了。为什么呀？我们说好不过情人节的呀。走吧。我送你回去。嗯。回家喽！真高兴。嗯。你怎么来了？福特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怎么了？我们进去说。爱情是太过复杂的游戏，一投入就害怕失去。福特，对不起。怕受委屈，为什么这么说？太着急。我现在才知道，这么多年我错的有多离谱。我为我的骄傲道歉，为我的疏忽道歉，为这么多年以来你对我曾经付出的这么多道歉。福特，我爱明知道和你已没有输赢，可想你还是你说，我想你是误会了。没有误会，我看到这个了。其实你看我的 Great Gatsby 对吗？你看到了我给你写的书签，这个照片就是你对我的回应。对不起啊，我现在才看到。你为什么不跟我说呢？哦，不对不对，其实是我先开始的。我先用书签向你告白，然后你用照片回应我，对吧？该说对不起的应该是我。我明白，你现在跟珊珊在一起吗？这个没关系的。你知道吗？我现在就是想让你知道，我现在才知道你喜欢我。或者你曾经喜欢过我，我的意思是说，我现在这些这些还不晚。你认识我这么多年，看不出我的自己了。对不起。不是你的，那是郑琪的。我送你相框的时候，我不知道郑琪在后面写了这个。这你来了，我告诉你，那个书签我看过的，但是在你找书之后我看的。李叔，我现在心里只有珊珊。
我跟你开玩笑的，我今天情人节嘛，我在家里做了特别多饭，然后你也不回来吃。你知道你今天不应该跟珊珊去过情人节的。这个照片的事情，我早就知道了，我当年就知道。那个书签，对，那个书签我也知道，都是耍你的。我就是不知道怎么会突然间被郑琪发现了。郑琪，来了。丽叔，你怎么来了？这就是你给我的情人节问候啊！这就是你对我的羞辱是吗？你不会拿这个照片去找封腾了吧？你知不知道我有多丢脸？我难得鼓起勇气去找封腾，最后把自己搞得一败涂地。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我怎么做？不应该写那段话吗？你千万别告诉我这是你上学时候的恶作剧啊！你都多大了？你知不知道这有多幼稚啊？我告诉你书签的时候，你为什么要误导我？你为什么要让我发现这张照片？我没有想到你连想都不想去找封腾。我想都没想。我不去找封腾，我难道来找你吗？我书签上写着我会在未来的某一天等你，然后照片上写的是我会在未来的某一天跟你相遇，这不就是你代替凤城他回应我吗？你根本就是故意做的我。这不是回应，我没有署名，这哪是回应？你没有署名？什么叫你没有署名？你没署名？那不是回应。那不是回应是什么？欢迎参加落单情人 party。不好意思打扰。进来坐坐吧。我猜你是刚失恋吧？要不要加入我们呢？我们正在跟郑琪讨论啊，这男人到底想什么呢？希望明年就不是单身了哦。单身也要过情人节啊。我是单身没错，但是我没失恋，我也不需要参加你们的落单 party。你继续。严小姐，冯先生打来电话让我问你，要不要和他还有郑先生一起出去打打球？那个王叔，你就跟他们说我还没睡醒。是。
喜欢丽叔，大学的时候就喜欢。当然，但是在这个阶段呢，郑琪交了一些女朋友。我想应该是这次丽叔回到上海之后，他们接触的时间久了，郑琪才确定了这份喜欢。那丽叔呢？丽叔怎么想的？郑琪那么优秀，他当然没问题。就像你当初不是从不喜欢到喜欢我，女孩就是应该被倒追的。是吗？说的好像是你追我似的。这是你追我吗？哦，原来薛珊珊是倒贴呀！你不要这么讲。那齐帅这么优秀，那丽叔也很优秀啊，追他的人肯定也多的是啊。珊珊。啊？佛头珊珊，郑琪。到挺早的嘛你们。黎叔呢？还在睡觉。来吧。来。那我去买饮料。不行，一块玩想偷懒啊你？买饮料也是运动啊。我走了。哎，那我们等你回来再玩。看风腾说齐帅和丽叔的样子，是满脸期待看好的，可见风腾心里没有丽叔，只有我薛珊珊，只有我。这都几点了，丽叔还睡觉呢？没事吧他？你当年喜欢丽叔，为什么不说啊？哎呀，感情这种事儿啊，还是得两厢情愿。他当年心里那个人，可是你啊。现在呢？发球权回到你手里了。人生真的挺奇妙的，两个人走着走着吧，当年的感觉又回来了。只是当年的问题还是存在啊，他心里那个人依然是你。可是我倒是认为，经过昨天晚上，他知道你喜欢他，一切都不一样了。真的吗？当然。我还在想，要不要把丽叔告白的事情跟珊珊说一下？跟他说这个干嘛？因为我不想有任何的事情隐瞒他。我说你呀，在感情上也是个白痴。她珊珊再单纯，她也是个女孩吧？女孩都敏感，都小心眼。哦，你跟她说丽叔跟你表白了，丽叔可是一个以后经常会见面的家人啊。你们以后怎么见面啊？尴不尴尬？我劝你啊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别说了。其实我觉得这事儿吧是好事儿，虽然是郑琪搞出来的花样，但至少强迫你开口了。而且现在真相大白了，虽然结果不尽如人意，但你不用再纠结了呀。他喜不喜欢你是他的事，你要不要告诉他，可是你做决定的。哎呦，其实能把憋在心里这么长时间的话说出来，确实是轻松了很多。被风腾拒绝了，好像也没有想象中那么难受，可能是意料之中的事情吧。只不过有一点丢脸，有一点难堪。哎，我想了一晚上，我觉得我是时候该搬出去了。哎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是觉得你应该学会示弱，你不要像个女汉子一样那么去要强。哎，你看人家珊珊，整天开开心心的，天大的事儿连绷一绷就过去了。哎，我就是学不会呀。那你应该自我检讨啊，
这是你的个性问题。你干嘛什么都要做最好的，什么都要争最好的？我知道我哥是最好的，但世界上只有一个风腾，对不对？其实郑琪也很好，关键对你很好，你跟他在一起会幸福的。小姐，你跑题了好吗？让我跑回来。我觉得你跟郑琪真的可以试着交往看一看。哎呦，袁丽树，你把人家伤害了，你应该打个电话安慰一下吧。哎，风月小姐，现在到底是谁受伤啊？啊，我受伤了，我现在要打电话去安慰他是吗？你有没有立场啊？好好，我不强迫你好吧？但是我强迫你，你留下来陪我住。哎，我跟你说，我是怕风腾尴尬。我哥一点都不会介意这件事情，而且他现在已经搬到陆家嘴去住了。他要结婚，我们兄妹俩分开住是迟早的事情。你也知道，我爷爷当时走的时候，我哥为了安我的心，把这套房子挂在了我的名下。所以现在呢，我是这套房子名正言顺的女主人。哇，你就放放心心住在这里，我说让谁住，就让谁住。哎呀，你让我想一想吧。乖了，听话了。电话响了，接了。珊珊，他也知道这个事了。喂，珊珊。郑琪用大字报告白，那丽叔可是开着书店的文艺女青年来的，能行吗？这不是告白，是道歉。道歉？为什么道歉啊？哦，我听说情人节那天晚上，郑琪跟一堆不明的女同事过了，是不是发生什么事儿了？丽叔知道了？我都开始怀疑该不该帮郑琪了。在昨天晚上之前，他们俩还不是男女朋友。其实郑琪跟谁过节都没有错。哎，你是在帮他说话，还是你就真这么想啊？哦，跟别的女生过完节才想起追丽叔，那算是唱哪出啊？虽然说郑琪是我们的朋友，可丽叔也是啊。这样丽叔会不会太委屈了？你放心好了，丽叔他不会让自己受委屈。再说郑琪他现在不是在道歉吗？你觉得我们还能做朋友吗？当然可以，我一直都做得很好啊。风腾，如果有一天你有更好的选择了，
不需要道歉，你只要告诉我一声，我也会头也不回地离开你。上官，你这是在威胁我们？我哪敢威胁你啊！我只是想被抛弃的时候可以有尊严一点，不用那么可怜。我怎么会舍得你呢？丽叔，你们和好了？那个郑琪昨天晚上就是安慰几个部门的失恋女同事，大家都知道的。郑琪在公司里面人缘特别好，你别误会了。啊，那个我知道，我也去了。嗯，你也去了？啊，郑琪约我的。啊，对，就是那个在 party 上我们有些误会，所以丽叔就跟我急了。哎呀，好啦，都不要再说了。昨天晚上的事情呢，都过去了。以后大家都不要再提了。哎，你们怎么不点东西啊？我都饿了。啊，对，这儿的墨鱼面特别好吃。服务员。不是说好在前面停了吗？你又在大门口停了呢？徐冉姗，啊？你在干嘛？我在系鞋带。没有鞋带，你装什么有鞋带？下来。我跟你说，在这个大楼里边，我们是上下级关系，但是在大楼外，你是我女朋友。男朋友不可以送女朋友上班吗？我风腾谈恋爱为什么要遮遮掩掩的？再大的压力也要承受。你是最棒的。朝这个方向。Go。爱情很伟大，但是大老板的爱情真是逆天的庞大呀！大家早上好啊！哎，薛姗姗，听说今天早上是大老板开车送你来的？哈，你还说你没有跟大老板谈恋爱？怎么情人节刚过，你说你要加班的，大老板马上就送你来上班啦？那个大老板他就是顺便送上来。大老板的车还能顺便上呀？就是，老实交代，坦白从宽。
珊珊，嘿，你和大老板在一起了？如你所见。珊珊，你也知道的，我在这办公室也没几个说得上话的朋友，所以跟你已经算是比较好的了，对吧？嗯。所以你有男朋友了，是不是应该先让我知道呀？你都知道啦，所以你们俩真的是男女朋友，是不是啊？哎，珊珊，薛珊珊，严总，薛珊珊也在这次加薪的名单上。你好歹给我个提示吧。加薪能有什么提示？就按公司的规章制度来办吧。话不好这么说吧，薛珊珊才是个助理，加多了是闲话，可是加少了，她是老板的女朋友，委屈了。老板的女朋友的薪水还要集团来发吗？哦，也对，这男朋友女朋友发钱。就是左口袋出右口袋进的事，大外人还说什么呢？不知道最后加薪幅度是多少。如果薪水整个大幅度上扬，那一定会被说事攀关系。大概没人会想是我工作表现好吧？可是依照风腾的个性。搞不好为了避嫌，反而缩小了调整的幅度，那对我不是太不公平了吗？这下好了，跟他谈恋爱，损失自己。哎呀，风腾啊风腾，你就不能忍着一点吗？等调薪以后，你再表明我们的关系不好吗？喂。下班了吗？刚下班。今天晚上我有个局，不能陪你吃饭了。你不是给我发短信了吗？我早就知道了。收到了，为什么不回我？那个。你怎么了？过几天调薪，不知道公司怎么认定我的表现呢？那你有什么想法？我当然知道我表现好啦。但是哪有自己说自己的，对不对？你得看公司怎么决定啊。我觉得公司当然是公事公办。啊？哦，知道了，再见。薛珊珊，原来被男朋友说公事公办，心里面会这么难受。好好的加薪，明明应该很开心的，怎么就变成这么难受的自我纠结呢？哎，柳柳。你这去哪儿啊？哎，陈浩他爸知道我们俩打算分手了，把他的金源都给断了。更可怕的是，他还要中断陈浩在北京的那个项目。那个项目当初是我提的，我得赶紧过去把这件事给处理一下。那你去几天呀？哎，暂时还不能确定。无论如何，我都得处理好再回来。你自己照顾好自己啊。你也是啊，路上小心。放心吧。分手了，连项目都做不成。原来办公室恋情比想象的还要容易惹上麻烦。如果金爱令还在就好了，就算会有那些流言蜚语，但至少不会搞得大家公私不分吧。开心点，开心点，一定会加薪的。你今天能不能在老地方放我下车呀？你是觉得跟我在一起很丢人吗？
当然不是啦，我就是怕我太胖了，想运动一下。可是我就喜欢你这么胖胖的。薛珊珊，你要习惯。大家好。薛小姐，来，坐。薛小姐，请喝茶。请喝水，喝水。谢谢。送的资料，来给你，还有你的。慢走。习惯什么呀？习惯这种奇怪的眼光和待遇吗？拜拜。风腾在22楼，他怎么会了解我所面临的压力跟处境呢？我现在送一份资料，可能都要花1个小时，太没效率了。这些同事眼前跟你热络，但说不准没应付好，背后还说你白虎，拿着几秒当令箭。哎呀，但我只能战战兢兢地对付，完全不希望设立辞职的事再上演一次。珊珊，那真是辛苦你了。珊珊，你多想了。他们说你呢，不是因为你是助理。我虽然在家里待着，但是办公室的八卦我多少知道一些。工作那么忙，饭后总要找点素材减压嘛。你们还不知道当初他们是怎么说我跟严青的呢？啊？严总也会像我这样被说呀？当然啦，这就是我们信封的悲哀呀。无论我还有我哥跟谁好上了，总会有人说笑话。我哥让你习惯，就是习惯这个。风月，你要这么说的话，对珊珊可不是很公平哦。我们严青哥当年可是华尔街的第1金童，被严揽到集团的。可是我们珊珊呢，就是个小助理，这诽谤的力道可不是一个级别的，你哪知道啊？珊珊啊，其实我觉得你也不用压力这么大。如果万一不行的话，就辞职呗。辞职？风腾又不是养不起你，把风腾和助理工作摆在天平上，这孰轻孰重应该不难选择吧？我虽然跟风腾谈恋爱，但是我也想有我自己的工作呀。我不想把感情跟工作放在一起去衡量。我想谈恋爱，我也想工作。可是鱼与熊掌不能兼得，这个道理应该不难懂吧？其实珊珊啊，你真的不用那么辛苦的工作。不是我看不上你啊，你看你那么年轻，资历又浅，你到其他公司去，顶多也做个助理。我哥的女朋友是助理，我觉得吧，我也不是很支持。这下好了，连我的后路都被切得一干二净。你看你说的，以珊珊跟风腾的关系，这多少公司都抢着要珊珊的，至少是个经理级的。那不是更老人画饼吗？那也得我哥答应嘛。你去跟风腾好好说说嘛。我去跟他说，我就在家里待着，我公司的事情从不过问的。要说别的你去说。我说他能听吗？你好歹是个公司的股东啊。那股东就不一定要发言的哦。你试试看嘛。我给你们发言，我怎么说呀？哎，好了，你们这下都说到哪儿去了？其实我就是跟你们吐吐苦水，也没有想象的那么糟了。
我不会辞职的，我会继续留下来做这份工作。所以，你们千万别跟风腾说我说了些什么呀，哈。珊珊，其实我那个午休时间到了，你们先慢慢聊啊，我回公司上班了，拜拜，拜拜。我才不辞职呢！好不容易过了试用期，现在可是劳动法保护着我的。看来真的只能如风腾所说的，要习惯。薛珊珊，你要习惯，往后不能再这么抱怨了。财务部12科财务助理薛珊珊，因期间工作表现良好，依照年资比例予以加薪8%，自1月生效。啊，好险好险！最后还是依年资比例加薪。如果因为我和风腾之间的关系给了我不合常理的加薪，那以后我要怎么在集团立足啊？哎，珊珊，你也拿到加薪函了吧？你交多少？8%。才8%啊！才8%呀，我还以为10%呢。哎，珊珊，原来你薪水等级跟助理是一样的吗？是啊，我一直都是啊。哎，别说了啊，公司规定不能私底下讨论薪水哦。我想大老板一定是不想让珊珊太显眼，所以呢才保持基本调整，对吧？哦，我想也是。你想，他们刚开始交往，何必道人口舌呢？等到年底来个大升迁，做个科长什么的，哎呦也就行了嘛。对呀，两情若在长久时，加薪又岂在朝朝暮暮。我到底该怎么做才对？都领了我该拿的金额，也能有这么多的联想。哼，早知道我不客气的加个20%，至少看到钱心里还能痛快些。最好可以痛快啦，总不能拒绝加薪吧？老天爷啊，你何苦为难我这么勤奋努力的小小工薪族呢？珊珊，这些材料你帮我复印一下，我下午开会要用。好的。科长。珊珊，有什么事吗？科长，我想跟您说说关于加薪的事儿。哦，加薪的事啊。你的金额是我批的，最终上头批下来的金额也是这些，怎么？有什么问题吗？没有。其实关于这次加薪，我特别想谢谢科长。哎，珊珊，其实说实在的，你刚来丰腾市的表现，的确不尽如人意。可是你后来的努力和进步，却是所有人都有目共睹的。我想我应该向你表示歉意，因为我作为你的主管，可能没有像其他科长那样顾虑到你跟大老板的关系。我知道，科长，就是因为这样，才让我觉得这次加薪有被肯定的感觉。您根本就不用跟我道歉的，是我应该谢谢您。哎，这都是你自己努力的结果啊。什么事儿啊？这么开心？哎呀，被直属上司肯定当然是好事啦。不过我们那种下层人民的疾苦，你这辈子是体会不到啦。哎，我得赶紧找房子，不能再继续在刘总那儿了。你在你堂姐家住得不开心吗？没有啊。溜溜的
男朋友。唉，只能说剪不断理还乱。如果我再继续住在他那儿的话，只会我增加更多麻烦。你是说你堂姐跟她男朋友住一起？是啊。不过不是你想象的那样啊。因为离我的男朋友去北京出差了，不在上海，所以我才跑去借住的。那你为什么之前没跟我说过？这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吧，不用特别说吧。薛珊珊很好，但是我有一个疑问：你认为我会让你躺在一个其他男人躺过的床上睡觉吗？啊？大老板，你想太多了吧？姐妹之间住是很正常的事情啊，没什么的呀。从明天开始搬到我家来住。不行，我怎么可以住在你那儿呢？要不我住在柳柳家，用自己的床单还有被子。要不然我睡客厅沙发。打地铺。你堂姐和她男朋友结婚了？大老板，你一天不干涉他会怎么样啊？我错了，我保证3天之内，保证找到房子搬出去。1天，明天找不到就搬过来。那就明天。明日复明日，明日何其多，先把今天混过去再说。吃吧。我走啦。珊珊。明天。我知道了，晚安。